上海黄浦江畔的千人雨中瑜伽被全网調侃為周处除三害的現實版。我覺得就是一場徹頭徹尾被互聯網輿論妖魔化的一場審判。大眾以為的這種光速道歉和下架是對消費者的尊重，但實際上我覺得這是一種消極抵抗。前幾天Lululemon 在幾天之內創下了2個熱搜，一個是長城瑜伽嘉年華因為誤用日本太古而致歉的事件，另一個是上海黄浦江畔的千人雨中瑜伽被全網調侃為周处除三害的现實版。然後這個長城事件發生之後呢，Lululemon 展現出了教科書級別的企業公關速度，光速下架所有的物料，向公众道歉，向这个代言人朱一龙道歉，整套动作可以說滴水不漏。但是今天我想先說一個可能和大家想法不一樣的觀點，就是大眾以為的這種光速道歉和下架是對消費者的尊重，但實際上我覺得這是一種消極抵抗。我們在每一次這樣的事件當中，不知不覺地獎勵了那些最敷衍、最會投機取巧、最會規避風險的完美公關。我們究竟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商業世界呢？這個問題我一會兒展開來說，但是先說一點啊，我絕對不是在給品牌洗地，而且我在不做記者之後呢，做過幾年的公關活動，算是有一點點的了解吧。今天這期視頻呢，我就想和大家撕開這2起表面上的吃瓜事件，聊聊這背後的思考和我們可能正在悄然改變的商業生態。先說長城日本太古事件吧。我認為這個事件呢，品牌團隊確實有責任。既然選擇在長城做一場具有中國文化意味的大型活動，而且你把舞台搭在具有極強民族精神象徵的長城上面，還請來了頂流藝人朱一龍，甚至還融入了舞劇詠春的這種元素，那麼你就必須對每一個視覺符號、每一個道具細節進行嚴苛到像素級的審核。很多人說這支舞團參加過很多大型活動，比如說跨國企業啊，包括國內的大型企業，甚至還有央視活動經驗，所以品牌選擇他們可以理解，可能沒有做那麼多的調研。但問題也在這兒，真正專業的品牌不應該依賴別人替你背書，而應該自己完成文化審核。哪怕團隊裡沒有研究古樂的人，只要有足夠的文化敏感度，也完全有機會提前發現這個爭議點。所以品牌道歉下架，被請來的股團也發布了這個致歉的聲明。為什麼這麼快呢？因為他們知道一旦爭議燒到代言人身上，事情就不只是一次公關事故，而是會演變成粉絲對立和更大規模的品牌危機。但是對於他們這樣的處理方式，網友們也不認賬，很多表示再也不會買這個品牌，很多博主也都參與進來，紛紛發表對 Lululemon 這個品牌的質疑和拉踩的文章啊、視頻啊等等。甚至認為穿這個品牌的服裝就和不尊重自己的國家畫上等號，輿論的走向我覺得開始變得有些荒誕了。我的媽呀，在長城之上，中國藝人敲着日本鼓宣傳中華文化，這個滑稽不滑稽？今天你可以在長城上敲錯鼓，明天你會在消費者心裡敲。如果是日本太鼓，那就請不要打着中國大鼓的名義在這宣揚日本鼓文化。我想說的是，一個品牌犯錯呢，它當然應該承擔責任。但是，這個到底是日本太鼓還是中國大鼓？就這個事情上，確實是一個非專業人士，有點難辨認的一件事嘛。而且是現在，對於這個鼓的起源和溯源，在學術界依然都存在一些爭議的情況下，我覺得就得饒人處且饒人吧。如果輿論就是一直容不下一點瑕疵，動輒就上升到這種民族對立，我覺得這是一種叫做不可預測性，那它就會變成高懸在所有企業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會讓企業加大投資啊，或者開展這種大型市場活動的時候產生顧慮，寧可選擇少做少錯的保守策略。說到這個像 Lululemon 這樣的外企呢，過去外企就是跨國經營，它主要考慮的是稅收啊、法律啊、供應鏈啊這種看得見的硬性成本，但是今天他們面臨的是一種極高且完全無法量化的文化與大眾情緒的成本。當然不是說這不對啊，但是資本永遠是趨利避害的。如果一個市場給企業傳遞的正向信號是只要你尊重我們的文化，認真的整改就能重新獲得信任，那我覺得它會激勵外資更深的研究中國文化，弘揚中國文化。如果傳遞的信號是只要你出一點錯，無論如何補救都會被一棍子打死，那企業唯一的選擇就是保守保守再保守。結果就是大家學到的不是如何尊重中國消費者，而是以後盡量別碰中國文化，或者如何用最安全的這種通版文案或者全球的就是一樣的文案翻譯一下，把中國市場降級為一個只需要流水線複製的無風險無菌的區域。
長此以往，我們能看到的就只有那些滴水不漏但也毫无灵魂的无菌廣告。就這麼說吧，我覺得理解，大家都知道，理解別人是一件需要投入的事兒，對吧？但是如果你逃避規避或者不作為，我覺得反而是一件安全的事兒。那對於這件事情來說，可能這個企業的選擇就是規避和不作為了。如果說長城事件還涉及到文化敏感，那上海外灘的千人雨中瑜伽，我覺得就是一場徹頭徹尾被互聯網輿論妖魔化的一場審判了。當時是上海突降暴雨，是1000多名，大概是1300多名嘛，好像在那个外灘碼頭雷打不動的在那兒，就是在大雨中做瑜伽吧。很多人就把它定義為了這種品牌漠視安全，沒有預案。全網就開始瘋狂的玩梗，把這群人稱為尊者洗腦的信徒啊，嘲諷他們是花錢買罪受的假精致啊、假精英啊。我想說，其實作為就是我是一個做過幾年公關活動的人，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大家，像 Lululemon 這種體量的全球大型活動，現場絕對有 Plan B， 甚至是 Plan C。我記得我們那會兒做一個就100來人的戶外活動，都有可能3、4個備選方案。除了說天氣之外的就是情況啊，就是還有可能發生其他的意外情況，所以要做可能針對其他意外情況的預案。所以我覺得他們沒有預案，我覺得這不可能。所以我覺得這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是什麼？不是他們有沒有預案，而是為什麼最終沒有啟動預案。有人說是他錢已經花了，場地也搭建了啊，人都去了，對吧？他不想就是再付一份成本啊，想把這個活動繼續進行。但實際上，無論轉移場地啊、延期啊，還是縮短流程，我覺得活動至少是依然可以完成的，只是傳播效果可能沒有原計劃那麼好，成本可能確實要多付出一些。但是他們最終就是堅持執行原方案，更可能是一種綜合的判斷，肯定不是個單一的判斷，包括天氣強度啊、現場秩序啊、參與者的狀態啊、活動風險等等。更重要的是，我後來也看了不少，就是在現場參與者分享的一些那個視頻和文字。我看到大部分人，絕大多數人都是在說，當時雖然下着雨，但是現場氣氛很好，大家玩得很開心，覺得很浪漫。然後很多人都覺得是一個特別浪漫的夜晚，把它當成一次特別的體驗，就是能感受到大家是發自內心的那種喜歡這次活動。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信息來看，並沒有大量的參與者站出來表示自己被強迫呀、被欺騙啊，或者是覺得自己的安全沒有得到保障啊，品牌完全不顧就是參與者的安全啊等等。那我覺得當事人都覺得沒有問題啊，參與得很開心。那這件事情它也沒有影響別人，更沒有破壞環境。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旁觀者反而很不開心。當然了，這並不意味着品牌的決策就一定正確。如果說現場已經存在明顯的安全風險，那品牌確實應該及時暫停。但是問題是什麼？問題在於後來整個輿論討論慢慢已經不是圍繞風險管理了，變成了另外一種風向了，就是大家開始用精神控制啊、品牌信徒啊、假精致啊、尊者洗腦啊、什麼服從性測試啊等標籤去定義所有的參與者。有人還跑到這個參與者發布的那些就是分享的照片和視頻下面呢，去發布一些謾罵的表情和評論，或者陰陽怪氣的那種話吧，就我覺得挺奇怪的。還有很多人把一次戶外活動上升成了對品牌價值觀的全面審判。當然了，Lululemon近期在公關活動上確實顯得有一些着急，可能是因為隨着那個 Alo 的那個競品的這種對手進入中國市場吧，還有中國本土品牌的這種強勢崛起，它的這個 Lululemon 的市場份額肯定會被瓜分它可能就比較需要，就是它太着急於通過在長城啊、外灘啊這樣頂級地標去辦這種宏大的社群活動，因為他們一直是強調社群的嘛，來穩固自己的地位。但可能就是因為有點太着急了，所以在有些方面考慮欠妥。但是怎麼說呢，就是這些事情的輿論風向已經越來越不一樣了。就我發現現在越來越多的品牌在遇到危機之後，最終比拼的不是誰更理解消費者，而是誰道歉最快、刪帖最快、水軍公關最熟練。怎麼說呢？我覺得就是真正健康的商業生態應該去獎勵那些願意長期投入，比如說中國文化研究啊，發揚中國文化呀。弘揚中國文化呀，願意持續做出創新，不管是產品創新還是廣告創新，願意和消費者進行持續且真誠溝通的品牌。結合這兩件事呢，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就是我們作為消費者，到底想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商業世界裡呢？
是一个允許品牌犯錯、探索，允許這種比如說外資企業深度本土化。雖然它哪怕偶爾笨拙，但是也會不斷修正自己，然後充滿活力的市場，還是一個只要出一點錯就會被徹底封殺，所有人都唯唯諾諾的死水一潭的市場，也沒有任何創新的市場。殺死一個品牌的傲慢，我覺得很容易。但是我覺得就是別讓過度敏感的輿論順手殺死商業世界裡最後一點有趣的靈魂，這樣我覺得不管對企業還是對消費者都不是一件好的事兒。